这个是第二代的 Kia Niro EV， 它的免税价从256668起，以5666发，非常吉利的一个数目字。那它采用64.8 kWh 锂离子电池，续航里程460公里。我知道听到这边呢，你已经有很多的东西想要带出来，有很多的话想要讲。且慢，且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 Kia Niro EV。e-Niro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 Kia Niro EV 呢，它在英国2022全年的电动车销量里面，它排名第3，仅次于 Model Y 跟 Model 3。在英国 Niro EV 的这个销量甚至还多过 Volkswagen ID.3、Mini Electric 等等。但是在马来西亚的情况呢，我们都知道这个256千起的售价呢，因为在英国的情况是，它最顶配的 Niro EV 可以买到最低配的 Model 3还是 Model Y， 可是在马来西亚这个价钱其实就是介于低配的 Tesla 跟中配的 Tesla 之间。我们就先把这件事情先放下来，我们就单纯的来看一下 Kia Malaysia 在继 Kia EV6 之后，它推出的第二款纯电动车 Niro EV， 到底这个价钱它给到你什么样的设备或者是驾驶感等等，所以它是一台好的 EV 吗？我们就来看一看。Niro EV 支援80 kW DC 快充，49分钟充到 80%， 50 kW DC 65分钟到 80%， 11 kW AC 慢充6小时20分钟到 100%。如果是 230V 12A 的超级慢充27小时30分钟。那在系统里面会显示关掉冷气之后的 range 多少，还有 energy consumption， 什么部分消耗最多电量。虽然采用前置马达，但前面同样有 frunk 储物空间。Kia Malaysia 为 Niro EV 提供了3个配色，白色、绿色和蓝色。那今天测试的这个就是叫 Cityscape Green，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绿色，它让到整台车子看起来像一个 Premium SUV。那马来西亚人对 Niro 非常的陌生，它的轴距是2720mm， 就是 CX-5 和 CR-V 的那个 size， 所以它是一个 C segment SUV。但因为电池放在底部，所以它的离地间隙只有150个 mm。正常来讲，这个级距的 SUV 大概在180mm 啦，所以因为电池就让车身比较低。那我知道你头脑里面还在忘不了 Tesla， 我要讲的是，如果你真的要就外观来讲，我觉得 Niro EV 看起来真的比较像是一台车，一台比较正常的车。但我可以说这个 Niro EV 是我看过这么多C segment SUV 里面，我觉得它是最美最有个性的。它美过 CX-5， 它美过新的 CR-V，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因为我觉得 Kia 很不容易的，在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个级距里面，想办法去设计出一个这么有个性、这么年轻，它同时又充满了幽默感的一台车子。你就 imagine 它是一个纯电动的 CX-5 或者纯电动的 CR-V， 那 Niro EV 就可以凭借着这样子传统的一个尺寸，再搭配最新的这个电动科技，可以给到各位消费者一个要迎向未来，但是又能够保留一点点传统的造型。Niro EV 的轮胎尺寸是 21555R17， 采用 Continental Eco Contact 6Q 的轮胎。那它是一个 Front Wheel Drive， 就采用前马达 Front Motor Front Wheel Drive 的一个电动车。那除了这个 Niro EV 之外，它同时有 HEV 和 PHEV 的版本。那毫无疑问 BEV 的版本是最快的。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第二代 Kia Niro 的造型。那它是一台 BEV 纯电动车，但它没有去注明自己是 EV， 还是采用一些蓝色的边框等等，没有，它就好像是一台 Kia Niro。那它的这个动力方面，它有201个 horsepower 跟255个牛车米的0到 107.8秒，极速167 km/h。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动力，就真的是不是一个怎么讲强调高性能，它 more on 一个 city 城市型的 SUV 这样子。看它整个设计非常的简单，然后它的车身的这个后车尾灯整条这样子下来，我觉得非常的好看，真的是很好看那一种。然后有趣的是，你看它的这个 signal 灯呢，它的讯号灯是放在这个地方的。我现在去那边打double signal， 它是在下面这边的，然后你在 reverse 的时候，那个白色的灯是这边会亮出来。那我知道你现在一定要想要讲，坐这样下面谁看到？
我告诉你，马来西亚人会有这个感觉，是因为我们跟车跟太近了。所以正常你跟车跟有一个50、100米的话，你是绝对看得到的。你看不到，就是因为你很喜欢跳给人家，你就看不到他的signal灯。所以我觉得它可以让你养成一个不要跟车的好习惯。不是它而已，之前我介绍 Hyundai Kona、Toyota Harrier 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分离式设计。行李箱空间方面，招牌的 Bermas Megiman Carpet， 那它虽然是一个 C segment SUV， 但是我觉得它的空间就好像 CX-30 这样子，真的没有很大。But 这是一个纯电动车，然后下面又没有备胎，所以你打开过后，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储物空间，所以基本上上下层加起来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空间。那椅子可以60/40分离倾倒，这边可以推过去，这样子这个是很普通的东西。然后它的 tonneau cover 呢，就不是那种硬板式的，它的 tonneau cover 就是这样子一片薄薄，然后薄轻轻的一片。然后有没有 power tailgate？ 有的。得益于纯电动前驱平台的设计，所以这边呢是不会再预留位置给什么传动轴，所以整个是 full flat 平的。那你坐上车的话，因为离地间隙不高，所以好像坐一台 hatchback 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个地方就帮助你在过去的时候非常容易。那乘坐空间的话呢，我的身高是178cm，坐斜一点的话还有位置，因为车顶算是蛮高的，只是这边的支撑就如大部分的这种2700mm 轴距的 SUV 都会大概是这样子，但我觉得是偏小啦。然后设备的话，大部分都是 hard plastic， 然后有皮革座椅，但是它怎么讲，它不是。它里面就比较单调一点，那就整个是黑色而已，也没有什么特别颜色的缝线。然后在这个椅子呢，它门特别给它做到凹进去这样子，所以就让你的腿部这边多一点膝部空间。然后这边有一个 USB Type-C 的接口 ，Type-C 的接口还有冷气出风口。这边有一个玻璃天窗，打开这边，cup holder。So 中规中矩啦，我觉得它比一般的 C segment 还要再小一点，但是在欧洲市场，我觉得这个空间是可以接受了的啦。Right，Kia Niro EV 的内饰设计，我自己相当喜欢啦，因为它非常简单，但该有的科技它没有少给你。10.25寸的荧幕，还有这个电子仪表板，那它整体的作业系统就跟我之前介绍的 Kia Carnival、Kia Sportage、Kia Sorento。Kia EV6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只是里面的功能有一点差异。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它都有给你然后这台车子的设备算是蛮齐全，又没有到很齐全。比如说像它有发热椅、通风椅、发热的方向盘、玻璃天窗、8个 speaker， 但它没有 Bose， 也没有360 camera。可是它又有这个 Level 2的，比如说是 ACC with Stop and Go， 车道偏离辅助、Blind Spot Monitoring 这些东西它都有给你。然后驾驶模式透过方向盘上面的这个按钮有 Eco、Normal 跟 Sport， 然后2个记忆座椅，还有独立的 Child Lock Button。然后它里面的功能来讲的话，它就有给你一个很特别的是 Sounds of Nature、Night in the Country。Cricket Conversation。Birds singing with sea. Raining day. 真的是下雨了现在外面。Come see wave. Okay, see you in my next. 还没有试驾 ，OK 。So.Right， 然后这边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独立的面板。那这块 panel 其实内有乾坤啊，你这样看它只是调整空调系统，但按下导航按钮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娱乐资讯系统的快捷键，所以它这样可以节省空间，同时又非常的实用。这边有 Type A、Type C 无线充电器，还有12V 的 socket， 就充电的接口方面是应有尽有，完全给到你的啦。然后现在 camera 已经淋着雨了 ，Let's go。Niro EV 呢是一台非常容易讲的车子。那一般上我试驾一台车子，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几天的时间，我才能够完全的去感受到它，跟大家分享。可是因为这台车子它真的是太简单，一点都不复杂。
那动力上它有201个 horsepower 跟255个 Newton meter， 然后全部都是输往它的前轮。我知道你会觉得256千，你知道吗？才这个数字完全不能够令人满意。但一般上这种前轮驱动的电动车呢，有时候不是说扭力越大越好的，因为如果你给它超过300甚至400牛车米的，你全部集中去前轮，它会非常的不好开，它会有 torque steer， 它会怎么讲？整个 power 的那个 curve 很难去抓它，那要一点时间。可是我觉得255个牛车米的恰到好处。当然没有人会嫌动力多，但电动车就不一定了，因为你多你也要能够让它去有 rear wheel drive、4 wheel drive 去分散掉这个动力传输，让车子驾起来比较自然。所以这个车子我们叫它是 City SUV 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它不是给你跑快的，它是给你在短途市区里面代步。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去到 normal mode 的话，我轻轻的点我的 power pedal，我觉得无论是它的 acceleration 还是它的 brake feel 都很好。毕竟车子的重量是1757公斤，不是说特别重。你知道有在 EV 重起来可以重到 2.5 吨、2.6吨、2.7吨我都开过。所以以460 km 的 EV range， 然后1008公斤的这个重量，0到100里面，我觉得是能够满足到几乎大部分的城市型使用者。更何况你去到 Sport Mode 的话，点你第一次开电动车，或者你第二次开，你要试车，你会去踩它。但是如果你要每一天用久了，其实你不太会一直想要去踩它，因为没有必要。就是传统的燃油车，你要拉高 RPM， 倒序3号牙、4号牙各车。可是，即便我们在最冷静的 Eco Mode， 你轻轻的点，那一种 effortless 是有在那边的。即便它是我看我试驾的电动车里面，算是动力数据最小的一个了啦，就论尺寸来讲，但它不会不好开，它真的不会不好开。那整体的行车驾驶体验，因为它是一个 C-segment SUV 的设定，所以后面是 Multi-link 多连杆，而不是 Torsion Beam， 所以当你在过弯的时候，真的很好开，你找不到地方可以去挑剔它。除了你在高速的时候，它的这个轮胎的胎噪声会非常的明显之外，它毕竟是一个省油胎嘛，你找不到它太多的瑕疵，太多的地方，它的整个转向力度、加速 ，OK， body roll 是 OK 的，但我觉得整个 weight balance、weight distribution 算是相当的平衡感，它不是很有爆发力，不过你不会觉得它 under power， 你不会觉得它没有力。我指的是在小路架啦，当然你去到 highway 就没有办法了。你去到 highway， 你去到大海，你就要，你知道吗？你就要开大船，做一只很大只的鱼。那你这个中小型的鱼，你就只可以在大鱼缸里面去挥洒你的青春，挥洒你的汗水。它有这个所谓的 e-pedal 啊，你可以去到 i-pedal， 就是所谓的 one pedal mode。所以当你松开我的油门、我的 power 门踏板之后，它就会自动停下来，给踩。所以你可以全程只使用 power pedal， 而不需要去踩 brake， 因为当你松开你的 power pedal， 你就是在 brake 了。但这个东西是有些车子有，有些电动车有，有些电动车没有。可是 EV， 一直在讲 EV6， 这个 Niro EV 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自然。Niro EV 它不是一个最划算的车，我相信这个大家这个不用我讲啦，你自己看就懂了。平稳性、隔音程度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开，因为你不再被这个 DCT、CVT、1.6 这些东西给这个怎么讲？你不再被这些东西给怎么讲？你不再被这些东西给受到干扰这样子啦。代志我想我做下面事，吊车行者。
是叫我 slow 而已。OK, we keep rolling. OK, 猜。这个底盘，这个底盘可以。当然我知道马来西亚人对韩国车的这个印象还停留在不知道1998年还是1999年，可是今时今日的韩国车无论在北美市场，无论在欧洲市场，它都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我们不要讲马来西亚啦，因为马来西亚有不同的这个 tax structure， 有不同的成本，要考量到我们是油价版本这些东西等等。现在马来西亚的电动车市场上有形形色色各种种类的电动车，那不管它是100千的、150千的，还是200千、300千的，它们的直线加速都能够做到很惊人。但我们讲到过完这个就不一定了，因为很多的电动车虽然 spec 很美，动力、价钱全部很漂亮，哇，一流，但你一加一个 corner， 你马上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它是很实相也很抽象的，因为你驾的车够多，你就会 feel 到当每一次你在下的时候你在进 corner 的时候，很多车子它反应不过来的。我觉得调教底盘、调教车身的悬挂这件事情，它有时候很难一步登天的。你讲设计，我可以请一个很好的设计师；你讲动力，我只要够钱，我要买最好的设备、最大的 screen、最好的音响，我买得到。但你说 suspension 的 tuning 这个东西是需要日积月累需要经过反复的测试、反复的实验。当然，消费者的反馈也很重要，因为他如果针对的那个地方的消费者，他们很重视操控表现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必须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去研究。那相反之，如果你这个市场对于这个东西要求不高，你只是要一台会踩、会冲、会飞、会有爆发力，然后荧幕很大的一个电动车、电动品牌，我觉得大家就随随便便做咯。我知道这样讲话有一点那个啦，但是真的是随随便便的有些车子，你一下口呢，你说这车不能拿，入弯、出弯、左右摇摆的时候，整台车子都完全给你没有信心。所以我知道 Kia Niro EV 从很多地方看来，它都未必是最划算的选择。可是我们撇除掉，暂时先放下这些部分，它是一台非常好开的 C segment SUV， 我会考虑它啦。但要再想一下啦，如果你真的不缺钱用然后你又不想要 Tesla 那一种极简主义，简洁到太过简洁了你不喜欢，然后你觉得 Tesla 的 shape 不好看，然后你不 buy Elon Musk 那一套，你可以选择 Niro EV 啦。而且你驾 Niro EV 你还得到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全马来西亚没有多少个人驾跟你一样的车，这种 uniqueness 这种独特感，你就好像在驾这一辆 limited edition 的 EV， 我觉得颜色也很好看这个 Cityscape Green。那你对 Kia Niro EV 或者 e-Niro 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们讨论看一下你觉得它还有什么样的进步空间？可能是价钱，可能是设备，要怎样你才能够，它要怎样你才会考虑买这个 Niro EV？ 我们欢迎集思广益，抛砖引玉，多多益善，大家多多交流来讨论看一下这个 Kia Niro EV。所以我是戴主义，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看，猜。摩托都不过来它要快可以快到很快的快了。OK， 过了100多这样子，有一点点浮，然后 OK， 很好驾啦，真的是很好驾的车。Got red, got green, got purple, got orange, got white, got grey, got black, got orange, got green, got blue. Got so many colors in the world.